在中国市场，卡罗拉和轩逸作为紧凑型轿车领域的两大劲敌，一直以来都是销量排行榜的常客。然而，近年来，轩逸的销量在许多时间段内超越了卡罗拉，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卡罗拉和轩逸虽然同属于紧凑型轿车，但它们在市场中的定位略有不同。卡罗拉作为丰田品牌下的明星车型，强调的是全球化和品质感，而轩逸则是日产在中国市场主打的家用轿车，定位更加注重舒适性和性价比。丰田卡罗拉自1966年问世以来，已经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车型之一。其在全球市场的成功，使其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了稳固的品牌形象，可靠性高，燃油经济性好，保值率高。然而，这种全球化的定位在中国市场上有时未能充分满足中国消费者的特定需求。相比之下，日产轩逸在中国市场的定位更加贴合本土需求。轩逸在设计和配置上更多地考虑到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比如更加舒适的乘坐体验、更宽敞的车内空间，以及相对更加平民化的品牌形象。这使得轩逸能够更好地吸引那些追求性价比的家庭用户。这一市场群体在中国数量庞大，价格始终是影响中国消费者购车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卡罗拉和轩逸的定价策略在这方面有显著差异。丰田卡罗拉的定价相对稳定，丰田一直以来追求的高品质、高保值率策略，使其价格体系比较坚挺。即便是入门级车型，卡罗拉的售价也通常略高于轩逸的同级别车型。反观日产轩逸，其定价策略更具灵活性和竞争力。日产在中国市场的策略更贴近本土化需求，经常通过促销、优惠、低首付贷款等多种手段来吸引消费者。此外，轩逸还推出了多款配置较低、价格更亲民的车型，进一步扩大了潜在的用户群体。这些因素使得轩逸在价格敏感的中国市场更具竞争力。中国消费者的购车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车型的市场表现。近年来，随着中国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消费者在购车时越来越重视车辆的舒适性、空间感和经济性。轩逸在这些方面做得更为出色。首先，轩逸的内部空间相对较大，尤其是后排腿部空间更加宽敞，这一特点深受家庭用户喜爱。其次，轩逸的座椅设计和底盘调教更注重舒适性，特别是其针对中国道路状况进行的调教，使得车辆在日常行驶中的乘坐体验更加平稳舒适。而卡罗拉虽然在品质和耐用性上表现优异，但在空间感和舒适性方面相对逊色，其座椅的硬度和底盘的调教更偏向运动风格。虽然适合年轻用户和驾驶爱好者，但对于那些更关注家庭乘坐舒适性的消费者来说，可能不如轩逸合意。在产品性能和配置方面，卡罗拉和轩逸各有优劣。卡罗拉凭借丰田先进的技术优势，在动力系统和燃油经济性方面表现出色，尤其是混合动力车型，凭借低油耗和环保特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然而，混合动力车型的价格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市场普及度。轩逸则通过配置的多样性和高性价比赢得了市场。轩逸的汽油版车型搭载了技术成熟的 1.6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虽然动力表现中规中矩，但足够满足日常家用需求，且维护成本较低。更重要的是，轩逸在配置上更加丰富。同样的价格区间内，轩逸往往能提供比卡罗拉更高的配置，这对于预算有限但希望拥有更高配置的消费者具有很强吸引力。此外，轩逸在静音性和 NVH 控制方面表现突出，这使得其在驾驶体验上更为舒适。这一点对于中国消费者尤其重要。在营销策略方面，日产轩逸更加注重本土化营销。日产在中国市场的推广策略更贴近中国消费者的心理，通过一系列针对性的广告宣传和市场活动，成功塑造了轩逸舒适、经济、实用的形象。特别是日产注重在3、4线城市的布局，这些地区的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较高，轩逸的定价策略和配置选择更加符合这些市场的需求。丰田卡罗拉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品牌声誉，但在中国市场，丰田品牌整体上给人一种相对高冷的感觉，尤其是在年轻消费者中，丰田的品牌忠诚度虽然不低，但也面临着来自其他品牌，尤其是本土品牌和德系品牌的激烈竞争。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较低，许多人在换购新车时，并不会优先选择原品牌，而是更注重新车型的性价比和配置。这使得轩逸通过不断更新产品和调整价格，能够持续吸引大量的新客户。最后，市场环境与政策的影响也对卡罗拉和轩逸的销量产生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尽管这对卡罗拉的混合动力车型形成了一定利好，但整体上新能源汽车的崛起对传统燃油车市场造成了压力。在这一背景下，卡罗拉的传统燃油车款型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更多消费者开始倾向于购买 SUV 或新能源车，这对紧凑型轿车市场形成了一定挤压。虽然这一趋势对轩逸和卡罗拉的影响是共通的，但由于轩逸的价格更具竞争力，其在市场中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因此日产轩逸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超越丰田卡罗拉，主要是由于其更加本土化的市场定位、灵活的定价策略、贴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配置，以及有效的营销策略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卡罗拉在品牌知名度和品质上有明显优势，但在中国市场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特定需求的车型，往往更能赢得市场。因此，轩逸的成功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国消费者需求精准把握的体现，也是日产在中国市场的一次成功的本土化战略实践。感谢收看本期视频，对于本期视频你有什么看法？